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在新加坡正式的第一天吧，算是，还是不停的下雨，感觉这一周应该很难躲过这个像是梅雨季一样的天气了，所以决定把头发还是得扎起来。正好前几天又学了一个适合这种圆脸的甜美系发型，尝试一下，就上面先拨出一小撮，然后把它梳到旁边。这一小撮就把它编成一个麻花辫，然后剩下的头发全部都拨到一边，跟刚刚那个小麻花辫一起绑成一个大的麻花辫，稍微拉松一点，然后把这个折进去，拿一个夹子把它夹起来。好啦，好看吗？今天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，下雨嘛，我们可能尽量挑室内的空间去探索。那今天就干脆逛 Orchard， 吃个早餐，然后看着天气的情况，我们再灵活的去决定具体今天要怎么样去探索。那跟着我去逛吃新加坡。我终于吃上雅坤的Kaya Toast了，这一口我馋了10年了。之前来过新加坡之后，就是对他们这个早餐念念不忘，再也没有找到过这个味道。所以今天第一天起来，先要找雅坤吃一顿早餐，真的很好吃，还觉得很好吃。吃完心心念念的Kaya Toast， 我们在 Ion Shopping Mall 里面小逛了一下。逛完后就直接可以步行到旁边的 Orchard Station， 搭 MRT 到 Raffles Place Station。 新加坡的地铁还是非常的方便，像我们这种游客也直接可以扫 Visa 或 Mastercard， 就不用想着特地去买当地的交通卡了。这一点真的比澳洲方便非常多，给新加坡地铁一个大大的赞。从 Raffles Place 地铁站出来，就可以直接步行去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。来这里打卡的人确实不少，可惜天空不作美，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淋成了落汤鸡。正面思考下，这种天气也有不少好处哦，比如这座美美的桥上就完全没有人，稍微坚持下就可以拍出很美的图哦。附近大概逛完之后，我们又回到地铁站，买上一杯新鲜的水果奶昔，继续我们下一站的行程。下一站是滨海湾花园。滨海湾花园是一个占地101公顷的巨大花园胜地，绿意盎然的花园树立着2座巨型未来主题建筑。花穹和云雾林是滨海湾花园内的2大冷室，室内的花园非常适合像这样的雨天来参观。这2座室内花园于2015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大的玻璃温室，独立式无支撑玻璃屋顶覆盖广阔的空间，放眼望去，建筑内无任何立柱阻碍视野。参观2大花室需要另外购票，联票一共53新币一位。目前的云雾林还有着阿凡达主题展，还有各种互动性娱乐设施给游客们打卡拍照。云雾林馆中有着35米高的云山，30米高的室内瀑布从云山直泻而下，配合上各种阿凡达主题的人造设施，可以说毫无违和感，让人仿佛置身在潘多拉星球。馆内的设计可以让游客从不同的角度观赏云山。在地面参观完后，还可以搭电梯到达6楼的云山顶端，然后再沿着步行道慢慢地盘旋而下。云雾林馆我觉得非常的值得一看，各种互动设施、人造景观非常完美的和自然植物融合在一起，会给人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。
慢慢的在馆内欣赏、拍照打卡，总耗时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。从云雾林出来，会直接进入旁边的 gift shop， 这里可以找到一些纪念品、精美的小饰品，还有不少阿凡达主题的玩具可以选择哦。结束后，去对面的 Stark Shack 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参观下一个室内花园花穹。花穹馆的面积似乎比云雾林更大一些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卉。整体的布局会更加像一个大型的花展，馆内有不少精美的雕塑，供游客休息的区域，一个漂亮的咖啡厅，还有不少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。温馨提示一下，花穹馆内非常的冷，我们都已经穿着长袖，还是冷得瑟瑟发抖，建议大家带一个小外套，才可以更加舒适的参观。观赏体验来说，我觉得花穹馆会远远逊色于云雾林馆。参观完滨海湾花园后，就可以直接步行去对面的金沙购物中心。这又是一个超大型的高档购物中心。不过，相对于购物，我们更有兴趣的是这里的美食。然后买了 bread toast， 因为它很吸引我的有这个肉松小贝和这个黑芝麻小贝，尝一下，这样子。经吃完了，好吃，有点那种很好吃汤圆馅抹在蛋糕体外面的感觉，还蛮好吃的耶。你喜欢吗？肉松小贝，它这个是3块钱一个，也蛮合理的，也好吃，也不错，咸甜的，主要它这个蛋糕非常新鲜，非常松软，好吃，推荐。那个澳洲的是 bread toast， 没有这一款。晚餐我们去了金沙购物中心内的珍宝海鲜餐厅。珍宝是新加坡大名鼎鼎的海鲜餐厅了，我们也是慕名而来。餐厅座无虚席，建议大家事先定位，以免出现需要等位的状况。我们点的每一道菜都可谓鲜美异常，看来这里确实名不虚传。今天的行程圆满结束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我们到新加坡的第3天，外面还在下雨，但是我看了一下 weather report， 今天应该中午之后雨可能会停，但愿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吧。今天扎了一个人气高马尾，昨天是暴走市中心参观城市风光，今天呢安排就是新加坡文化探索之旅，所以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的，我们应该会去探索一下小印度区域、穆斯林文化区，包括阿拉伯街这样子，应该还是连得比较近的。如果还有精力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唐人街看一看。听说到了小印度会有一种让你假装在印度的感觉，所以如果去印度旅游，会有一点点让你觉得超出你的舒适圈的话，那似乎去新加坡的小印度稍微体验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那今天就跟我去新加坡文化探索。我们到小印度了，还在寻找这边有什么景点可以逛，但是已经肉眼可见，当地的居民都是印度居民偏多，看来真的可以体会一下假装在印度的感觉。顺带跟大家吐槽一件事情，就是新加坡的银行系统好气哦！我们在换汇的时候拿到了一张1000刀新币的票额，
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，就是所有的店家都不愿意收那张票额，因为他们找不开，那就用不掉那张钱，就只能想说去哪里换，我们就去当地的银行，然后就死活不让我们换，说你一定要有当地人的账户。我说我是游客，哪里有账户啊？这不合理啊！你们发行的纸币又不让我们用，又不给我们换，打死都不肯。最后是遇上了一个换汇的柜台，有一个好心的小姐姐，我们就问她说愿不愿意帮我换，她就一口答应，然后就帮我们换成了小额币，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。那现在我们开始逛小印度。小印度是新加坡的印度人社区，也是新加坡3大历史保留区之一，有着可口的印度美食，各式印度香料气味和一摊摊卖着印度信徒膜拜用的茉莉花环的商家。新加坡的小印度规划相当的明亮整齐，也让人有机会从印度人日常生活用品、宗教仪式、食材香料、服饰、美食、艺术等各方面深入认识印度文化。漫步在小印度，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异国风情。逛完小印度后，我们可以直接步行去阿拉伯街。这里是新加坡的回教区，除了有新加坡最大的回教教堂外，亦有许多阿拉伯风格的街巷，还有着新加坡彩虹巷之称的哈芝巷。这是一条充满活力的小巷弄，哈芝巷的房屋排列整齐，各自都喷上了不同颜色的鲜艳色彩，巷头的墙壁上还涂上了相当生动且有童趣的图绘，赋予整条巷子一片热闹与活泼的气氛。一走进这条干净的彩色巷弄，可发现许多潮流自创品牌的小店、咖啡店、酒吧等都在此聚集，使得颜色七彩的回教小巷弄多了几分流行与艺术感。终于去上这个蜂巢冰淇淋了，因为我在网上这样看到有人吃播小种蜂巢，馋了我很久了，8块半一杯，然后里面超多人排队排了半个小时才吃上。冰淇淋就是普通的冰淇淋，这个蜂巢是糯叽叽的，齁甜。谈不上多好吃啊，它应该就是一种蛮特殊的体验，算尝过了。我在 Bugis 逛日本药妆店，它这边有澳洲的保健品，好贵啊，比我们那边贵1倍吧有。Oh my god！ 它明明可以抢，还送你一个保健品。我们现在在 Bugis Junction 2楼买衣服，我感觉妈妈非常的喜欢这里，这里衣服很适合她。她已经试了1个多小时了，我还在等她一通买。这里就是感觉比较平价一点，差不多衣服都是$100以内吧，然后还挺好看的，特别适合一些年轻漂亮的妈妈们，又可以遮身材，又有一些花俏的裙子。벌써 2년 전에 이별이었지만 여전히 아파 baby Baby I owe you means I love you and nothing else will do yeah. Baby I owe you oh yes 再次参观完鱼尾狮公园后，我们在河边找了一个小餐厅坐下，歇歇脚步，然后等着看晚上的金沙灯光秀。今天一整天又算是完美落幕了，接下去的几天还有很多新加坡的美景可供我们探索。下周记得继续回来跟我一起玩转新加坡。